充满荆棘的路上，充满未知方向，粉碎摧毁那虚伪幻想，逐渐付出真相，热血才有力量。现实的伪装制造很多假象，永恒不变是坚守炙热的信念。拨开乌云的天空，融化寒冷冰霜，信念给我力量，冲破迷雾的坚强。撕下伪装的面具，为沉默一个结局。不管真相有多锋利，不畏惧，只顾为正义延续。我却坚信爱，我却坚信爱，我却坚信爱。沉默解开这结局，内心的方向。为沉默解开这结局，内心的方向。喂，大宝。肖丹丹的手机已经定位成功，在郊区的森林公园。明白，我们现在马上过去。还活着！现场还发现别的痕迹了吗？经现场对何亮身体的初步勘查，他小臂上有2处刀伤，身上有一些磕碰伤，未发现有旁人遗留的痕迹。而且，肖丹丹公寓的滴落状血迹经 DNA 比对属于何亮，他体表的伤可能是肖丹丹死亡现场跟连环杀手搏斗造成的。从肖丹丹家中的打斗痕迹和滴落血迹来看，说明何亮和凶手搏斗过，他认出了凶手，就凭这一点，凶手就不可能留他在世上。在现场呢，还找到一部手机，经证实呢，这是肖丹丹的，还有一本笔记本，这是何亮的日记，里面记录了他和肖丹丹的很多事情，看得出来他们2个感情非常深。肖丹丹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，在何亮的上吊现场突然开机，何亮为什么会这么做呢？也许何亮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他的尸体，替他收尸。我有一种直觉，何亮的上吊和连环凶手有关，上吊现场有可能是连环凶手伪造的。凶手再次回到森林公园，伪造何亮上吊的现场之后报警。他甚至故意留下何亮的日记本，给我们提供线索。其实就是在挑衅，给你线索，你也找不到我。金亮，你为什么还怀疑何亮上吊跟连环杀手有关？肖丹丹死了，何亮在公园上吊自杀，可是肖丹丹的手机却无缘无故的在此时开机，那他肯定不是自杀。好在何亮还在医院 ICU 做抢救，等他醒过来吧，醒过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肖丹丹的父母那儿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吗？没有，而且肖丹丹的父母今天已经过来了，正在接待室呢。安抚一下吧。您2位先喝点水。我想了想，我觉得呀，还是过来跟你们聊一聊。你们是不知道提起丹丹，我们过去有多爱她，现在就有多恨她。我常跟他妈说，就当她死了，可是她真死了。我
我们心里难受啊。丹丹从小就很漂亮，又听话懂事，学习成绩也好。我们卖凉茶的时候，她也经常过来帮忙。但是他爸不同意他来店里，说他太打眼了。我没同意。我当时就觉得，人家看到我们家闺女好看，就来我们店里买凉茶，那也不是我们的错，我们又没干什么坏事。那个周末，店里来了几个小混混，来杯凉茶。那天之后，我们才知道，丹丹都已经辍学半年多了。她每天早出晚归，其实都是跟那些不三不四的社会青年混在一起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个小手白白净净的，卖凉茶多可惜呀！干嘛？滚一边去！别在这撒野！我这才知道，人家说的那些难听话、风言风语都是真的。干什么干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这是大哥的女人，你们在这撒什么野？要是让大哥知道他的女人被别人欺负了，那还了得？走走走！我们虽然穷，还是要脸的。我跪着求他回去上学，不要再跟这帮人来往了。只要回去上学，我去找老师校长，我给他们下跪都行。那你们有劝过他吗？他说完了，小时候我们不管他，他长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，跟我们没关系了。我要他体谅一下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在外面打工挣不了几个钱，不舍得吃不舍得穿，钱都攒下来寄回家里，我们是真的好想他。他不领情，他说他要的不是钱，他只想跟我们在一起。我说以前我们四处飘，怎么带着你呢？开了凉茶店，不就把你接过来了吗？他说太晚了，从我们把弟弟带走，把他留在爷爷奶奶身边，后来再做的这些就都没有用了。我说弟弟调皮，只能我们自己来管。他说这都是理由，如果我们诚心爱他，讨饭都会把他带着。你说我们不管他，生他干什么？就图自己快活吗？那一天他跟我们吵了好久，难听的话全都说尽了。我对他说，你要是不好好上学，要跟那帮小混混在一起混，你就别回这个家了。他说不回就不回，没想到以后他就再也没回来过了。这么多年，说不想他那是假的。我真的想起他的时候，就偷偷的掉眼泪。他怎么说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！我从1尺长把他养到那么大，我就寻思着，等他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他就能理解我们做父母的难处，他就会回来了。谁知他再也回不来了。伯伯伯母，给您叫了车。好，谢谢。听说那个何亮还在医院抢救是吧？等他醒了，我想亲口问问他，这些年我女儿到底是怎么过的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的女儿，她是个杀人犯，可她毕竟是我的孩子啊！我还是想抓住坏人，给他报仇，拜托了。这都是怪我，如果我当初不贪那点小便宜，他也不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死于非命。我可怜的孩子。
拜托了，一定要抓住他！拜托了。拜托了。多少父母和子女都是这样复杂的关系。你看肖丹丹，意识到自己美貌的好处时，父母没有及时给予正确的指导，所以她迷失了方向。他犯了错之后，他的父母不能原谅他，所以同样的，他也不能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。还有那些被父母从小抛弃的孩子，有的成了反社会人格，有的自闭和自我伤害。所以，父母的爱才是给孩子最大的保护。秦法医，你觉得何亮的日记可信吗？一个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人，日记就应该是他唯一的宣泄渠道。何亮日记里记录了杀害李大柱的经过。丹丹，李大柱是我找来的，他就是为了这2个办起来。我们把顾明的钱要回来，把他放了，好吗？晚了。从他进入这个屋子，到他焊铁笼子，他就死定了。警察通过他，早晚能找到你们。他就是我一个工友，他应该不会说吧？你信啊？何亮，你说过，什么事都可为我做的。干完这一票，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，我就陪你一辈子过安心的日子。嗯。杀害李大柱，肖丹丹是主使。同样，绑架勒索顾伟明的念头，最初也是肖丹丹想出来的。他之所以要大费周章地将顾伟明关进铁笼，那是因为顾伟明在蓝天高尔夫俱乐部再遇上他的时候，用当年何亮杀人的事情去威胁他。但是从日记上来看，肖丹丹对顾伟明刻骨到几乎变态的这个仇恨，这一点，何亮似乎也是并不能理解的。说吧。妈的贱货！弱水月亮湾俱乐部，你还记得去年你生日那天，你那个时候就跟我装，你现在还跟我装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何亮这个人是谁吗？你信不信我把这事儿给抖出去？你骗别人骗了这么久，骗得了我？我对你已经失去了耐心。这不挺愣的吗？啊，以后就别装了，下回再找你啊。丹丹，要不然我们离开这个城市，躲开顾伟民。躲什么？他把我搞成这个样子，我之前挣的60万也花光了。凭什么还要躲他？顾伟民这个王八蛋！丹丹，丹丹，你别还敢威胁我，找死！这
这回是老天爷把他送到我面前复仇的，搞死他，拿了他的钱一起走，敢不敢一起干？至于肖丹丹和何亮的关系，表面上是何亮在暗中威胁，不让他和别的男人接触，实际上肖丹丹是在利用何亮，帮他去除他讨厌的、没有利用价值的男人。从他这篇日记里就能看出来这一点。我东躲西藏，过着见不得人的日子，而丹丹为了生活受尽委屈。我没有别的，只有一身力气。只要有谁敢惹丹丹不高兴，我和我的射钉枪绝饶不了他。我10几岁出来学手艺，被人骂，被人打，被人欺负。你这点活都干不好，心里没点数？你这辈子啊，我看饿死算了。只有丹丹跟我伸过手笑过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女孩。她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对我好的人，我就算拼了命，也要让她活得高高兴兴。起来吧，发什么愣啊？不起来我走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在何亮的日记里，肖丹丹是一个爱笑的、单纯的、温柔善良的女孩子。她把她能想到的最好的词都用在了肖丹丹身上。她愿意为了这么一个女孩去奉献一切，哪怕是生命。可是，在顾伟民这样的男人眼里，肖丹丹为了钱牺牲色相不值一提，而肖丹丹到了最后，心狠手辣，夺人性命，变成了魔鬼。丹丹，我喜欢你。你干装修能挣几个钱？拿什么喜欢我？我用真心啊，我用我的全部，我用我的一切喜欢你。你能为我豁出命吗？能。大话谁不会说？要做了我才信。丹丹，你要是真的特别不开心的话，不去上班行不行？我养你。你拿什么养我？你放心，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绝对少不了你。我不想和我爸妈一样，永远为了一口饭在奔波，被人看不起。我要挣很多钱，很多的钱，才能给他们更好的生活。所以啊，你们说一个人为了另外一个人，一辈子都见不得光，干尽了一切坏事儿。不知道是应该说他愚蠢呢，还是深情？躲了这么长时间，遭了这么多罪，最后还不是要受法律的制裁？如果何亮这会儿已经醒了，我们还可以去问一问关于连环凶手的事情。行了，不想这些了。铁笼案告一段落，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吃饭。真的？好啊。你们两个怎么还没下班？我们等你呀。你们知道你要请客。在办公室吃饭，好像在加班一样。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。啊，行了，那什么，今天呢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是我们秦法医第一次跟大家聚餐。下面呢，在我们开动之前，有请我们的秦法医简单的为大家说几句。我就简单的说几句啊。何亮的上吊现场，能被他伪造的这么像自然的意识状态，你们能识别出来吗？
那他把何亮杀死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要伪造他上吊呢？对啊，这明显就是在吸引警察去案发现场，这太让人难以理解了。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凶手好像一直在牵着我们鼻子走？我认为凶手的目的有2个，第一个当然是灭口，第2个就是在给我们警方出题。到底想干嘛呀？这凶手还成考官了。但是仔细想想，肖丹丹和赵雅琳2个案子中，凶手都是用手把对方掐死。但是呢，我们提取不到指纹，也提取不到细胞碎屑。这说明什么？凶手非常的仔细谨慎，他应该是戴手套作案。另外，我觉得他具备一定的医疗知识，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精液提取不到 DNA 的信息，所以他非常大胆的去奸尸。这就是给我们出的题。这题是挺难的，但是我们总抓不到他也不是个事儿啊。秦法医，你把他想得太厉害了吧？是这样的，他已经连续得手2次了，我们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。如果何亮这次我们再破不了案，他就会认为我们警方无能，就会更加大胆，就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现。这也太可怕了！哎呀，我就说不能在办公室吃饭，一吃饭就变成加班啊。那什么，秦法医，你的发言结束了吗？嗨，来，记录一下啊。我知道这个连环凶手对你来说意义不一样。这是你的班主任陈佳老师15年前受害的卷宗。你的班主任陈佳老师和凶手赵大力都是当时业余戏剧团的成员。陈佳唱的是青衣，非常受人追捧。赵大力是当时的茶水师傅，但是他暗恋着陈佳，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扮上小生，和他一起登台，一起唱戏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陪你唱戏。不用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我真的练了好久的，我可以的。真的不用了，你去忙吧。可惜赵大力有烟嗓，天生五音不全，所以一起登台只能是他的幻想。至于后来赵大力为什么会因爱生恨，根据当时戏剧团的一个成员证词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赵大力扮上小生，偷偷地练习唱戏，被陈佳发现了。大力，化妆了。对不起，我坐下，你坐下，你坐下，坐。我是化着玩的。大力啊，其实我觉得你是很有潜力的，你是一个唱戏的好苗子。真的？真的，你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。我可以吗？当然，我觉得你是可以登台演出的，你是适合唱戏的，你知道吗？相信你自己。谢谢。要加油啊！
陈霞鼓励了他。赵大力当时心里非常的感动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陈家在背后把这个事情当成笑话一样讲给别人听。哎，我说这个赵大力这2天怎么有点不一样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赵大力可真逗，他一个倒茶水的，五音不全，居然还想学唱戏，还想要登台演出。他自己还坐在这儿给自己化妆，还跟我说要跟我学唱戏，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！哼，他也配？从那以后，赵大力心怀恨意。他说过，扮上青衣的陈家，在台上的时候是天仙，卸了妆以后是魔鬼。15年前的8月21号，陈家安排他托管的几名同学休息之后，扮上了青衣，去废弃的戏剧台上练戏。老师去前面戏院练个戏。你是觉得我五音不全吧？没有，你想太多了。你别再装了，我都听见了。你听见什么了？你跟剧团的人说我五音不全，我不是唱戏的料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对，是我说的。你本来就五音不全，你本来就不是唱戏的料，我说错了吗？你真虚伪。那你为什么鼓励我之后又羞辱我？这个戴着面具生活又虚伪的女人！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就是一个倒茶水。我告诉你，你永远都不可能唱戏，永远都只是一个倒茶水的。我掐死你！死吧！你这个虚伪的女人！我掐死你！都有灵吗？是，听见了。有人要掐死我的老师，你们快来！请问你的地址是？我在剧院里。具体是什么剧院？豫剧院。谁？别跑！出来！赵大力扮上小生，一路尾随，掐死了陈家。当时报案的是年仅10岁的你。出来吧！我跟你老师是闹着玩的，你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好吗？把你老师叫起来，我们一起去买冰激凌，好不好啊？你别怕，我真的不会伤害你的，好吗？出来吧。好，好，你崽子，你躲，你往哪躲？我崽子，我掐死你！好啊，躲啊！不许动！那个孩子放开，不让开枪了！警方赶到之后，击毙了赵大力。但是，你的证词那一栏是空的。我知道我这么说可能会让你有点不开心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
陈家老师的意外跟你没有关系，是赵大力的错，你不用感到内疚。你知道为什么坐飞机的时候会提醒人们先把自己的面罩戴好，再去帮助其他人吗？因为只有自己安全了，才有能力去保护别人。而且得救的那个人，也不会因为被帮助自己的人遇到了什么意外，而终身活在内疚里。秦明，金法医，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？我知道我提起你的童年阴影可能会让你不舒服，对不起啊，我只是想说，你帮帮我吧，帮我破这个案子。我帮你，你居然会让我帮你？我怎么帮你啊？赵雅玲和肖丹丹的案子是模仿作案，凶手虽然在作案痕迹还有作案标签上都非常像在模仿当年的旧案，但是不一样的是，陈家跟赵大力有明显的情感上的冲突，而且赵大力伏法之后，陈家老师身上他的证据链也非常的完整确凿。可是赵雅玲和肖丹丹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联系，而且身上也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模仿犯这次更加狡猾，但当年的案子知道的人太多，不只是相关人员，谁会模仿没法查。这个凶手比之前的更加魔高一尺，所以你在办案的时候经常会被你的幼年记忆影响。你想让我帮你的就是这个吧？可是你说，凶手为什么要去模仿15年前的一桩旧案？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凶手已经用脸谱证明了他要做的是连环杀人案，我们拖得越久，他就越猖狂。只有赶紧在何亮身上找到线索，抓住真凶，才能阻止更多的杀人案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有点瘆得慌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是凶手，你是受害者的话，我会用什么方法去还原那个自杀现场？颅脑损伤，不行，这样会留下表面损伤，法医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机械性窒息昏迷，不行，这样会有勒痕，有经验一点的法医也能鉴别出来。那会用什么方法呢？你看起来好变态呀！要是我，肯定把你给麻翻了。麻烦？用药？对啊，用药，这样既不会留下表面损伤，尸检的时候内脏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这么简单的问题，我怎么没想到？那什么，那我们既然已经想好了那个凶手的作案手法，下一步怎么办？等啊，等。何亮还在抢救。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弄死。何亮还在抢救，凶手有可能再次回来。天哪！幸好你是个警察，不是个罪犯。那什么？合作愉快。
睁开眼，幻想到你怀中，讨厌这种小冲动，不想再见，怀念着你的气息和那熟悉的坏脾气，偷偷地告诉他，怕你还没知道，找出这寂寞味道，放手说不需要，可待可知我在思念谁，心要放在哪里，强忍着悲伤向你飞奔去，可待可知我在思念谁，是为你在呼喊，忘不了那思念，一瞬间只有你在我心中，爱忘记你在犹豫什么，不用害怕我们的爱情故事多难记，无所畏惧，爱忘记我还在思念谁，可我还是没知道，曾经我们都在彼此梦中，爱忘记没想起你的脸，守住最爱的梦，看哭在你身后，一瞬间只有你在我心中，After you